这是影史上排在第2位的天价戏服，更是奥黛丽·赫本穿过的服装。她在2011年的拍卖会上被拍出了370万美元的高价。1965年的电影《窈窕淑女》一举斩获8项奥斯卡奖，其中便包含分量十足的最佳服装设计奖。剧中出场的400多套戏服，其样式和数量更是堪称影史之最。接下来便让我们走进这部电影，一起去领略其中的魅力。影片开始，一个男人将糖果一颗接一颗塞进女人口中，然后又拿出一份稿件让她仔细阅读。女人张嘴刚想说话，糖果就进了肚子里。男人问怎么了，女人连忙吐出口中其余的糖果，可还没等她反应过来，男人就又开始往她嘴里不停地塞糖果。这么做的目的是让女人能够说出一口流利的标准英语，而非当地的伦敦土腔。这既是一个赌约，也是一项挑战。不久前，伊莱莎还只是伦敦街头一个邋里邋遢的卖花女，她的公鸭嗓只要一张嘴就会发出难听的声音。当时的英国上流阶层普遍认为发音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志，地方上的土语难登大雅之堂。或许是上天的有意安排，竟然让说话像鸭子一般的伊莱莎遇到了当时声名显赫的语言学教授希金斯。希金斯表示，伊莱莎的口语发音简直就像是杀猪时发出的惨叫声，如果能给她6个月的时间，他一定能将伊莱莎培养成一名女公爵。正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第2天，伊莱莎就穿了一件自认为十分得体的衣服，去拜访了希金斯教授的家。希金斯问他为何要来这里，伊莱莎开门见山，说自己准备花1先令聘请希金斯当他的英语老师，等自己可以说流利的英语后，就可以去花店当个店员小姐，而不是站在大街上卖花。希金斯闻言哭笑不得，区1先令就想让他授课，怎么可能？这时，希金斯的好友皮克林来了兴趣，他想和老朋友打个赌，假如对方真的能将一个粗俗的街头卖花女在6个月的时间里培养成一个女公爵，那么他就会尊称对方为这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并支付所有的学费。希金斯听好友这么一说，顿时也来了兴趣，决定自我挑战一番。可是要想让一个人脱胎换骨，又谈何容易？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可能需要长时间的培养，但想要改变一个人的外在就容易多了。那么首先就从洗澡换衣打扮开始着手。长期处于底层阶级的伊莱莎一辈子也没洗过几次澡，她认为将自己脱光后再放进这个见也没见过的大缸里，简直就是一种侮辱。然而女管家可不管这么多，大手一挥，袖子一捋，直接就开始扒衣服，说什么你今天也得把澡给我洗了。俗话说得好，人靠衣服马靠鞍。伊莱莎换洗打扮之后真可谓是大变样，现在衣装得体的她将要开始口语训练，首先就是元音的练习。 A-E-I-O-U 接下来试着说说绕口令。 The Rhine in Spain stays mainly in。 现在看来说绕口令还为时过早，必须要采取一些小技巧来辅助练习。只见希金斯拿出一个小装置，装置的一端配备了火枪，另一端则是话筒，发音正确时火焰会升起，反之火焰则不会动。希金斯让伊莱莎试一试，可伊莱莎完全忘记了自己在干什么，俨然成为了一个好奇宝宝。很快她的注意力就被眼前的镜子所吸引，想要一探其中的奥秘，结果连手中的稿件着火了都不知道。等她发觉不对劲时，屋子里已满是糊味。这个方法不行，那就用敲击乐器的方法来找准重音。不眠不休的练习让伊莱莎疲惫不堪，她饿得前胸贴后背。但希金斯规定，只有发音标准时才能吃饭，否则她就只能看着小鸟进食，这让伊莱莎十分不满。既然常规方法不奏效，那就只能行非常之道。先将糖果塞进口中，再按照稿件逐字逐句发音。尽管伊莱莎非常努力的去练习，可这也太难了吧？皮克林说，有必要在嘴里含东西吗？希金斯反驳道，伟大的演说家可以用这个方法改掉口吃的毛病，那伊莱莎也一定可以。但结果真的是这样吗？下一秒糖果就进了肚子里。 What's the matter? I swallowed one. Oh, it doesn't matter. I got plenty more. Open your mouth. 1, 2没完没了的练习不仅让伊莱莎精神崩溃，就连管家和下人们都要疯掉了。从早到晚睁眼闭眼全是开口音闭口音的练习，脑袋里全是回声，这谁受得了？很快所有人的神经都到达了临界点。 I can't. I'm so tired. I'm so…希金斯说，我知道你很累，但所有的付出都一定是值得的，你必须克服它，坚持下去。就在大家都心力交瘁的时候，量变终于得到了质变。伊莱莎开口读出了连她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声音，字正腔圆，丝丝入耳。 Again.
Rain in Spain stays mainly in the plain. 终于在无数个日夜的拼搏后，他们迎来了胜利的曙光。这一刻，所有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每个人都开心得像个孩子。希金斯决定接下来进行实战演练。伊莱莎兴奋得久久无法入睡，女管家劝了又劝，她才肯上床休息。几天后，一行人去了赛马场。希金斯的母亲在这里有个包厢，许多名门贵族都云集于此。想要实战演练，那这里绝对是不二之选。伊莱莎一袭白色包臀长裙缓缓入场，顿时就将现场的小伙迷得神魂颠倒。虽然她有着迷人的外表和好听的声音，但肚子里的墨水实在是太少了。皮克林在一旁听得干着急，好在比赛很快就开始了，但伊莱莎离原形毕露也越来越近了。希金斯和皮克林再也绷不住了，现场一片哗然。伊莱莎也意识到自己出糗了。希金斯的母亲说：“你们该不会真的要培养这个女孩去参加大师舞会吧？我劝你们还是早点放弃吧。”可他们努力了这么久，又怎么可能就此轻言放弃？于是三个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训练。就这样，2个月的时间眨眼过去。当伊莱莎再次出现的时候，她不仅外表端庄秀丽，内在气质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整装待发之后，所有人便准备出发去参加舞会。舞会现场，特兰西瓦尼亚女王对伊莱莎青睐有加，赞赏她是个不可多得的美人。嘉宾们都在窃窃私语，小声讨论这个仪态端庄、气质优雅的小姐来自哪里，就连王子都情不自禁邀她共舞一曲。这下人们对她的身份更是充满了兴趣。恰巧舞会现场有位语言学专家，他想一探究竟。皮克林有些担心，但希金斯却丝毫不慌。结果语言专家没能从伊莱莎口中听出半分破绽。他告诉众人，这是一位血统比多瑙河还要清澈的匈牙利公主。在场嘉宾都信以为真，只有希金斯忍不住哈哈大笑。回到家后，所有人都在为今天的胜利而感到兴奋，唯独伊莱莎始终沉默不语。她原本是一个有着独立个性和强烈自尊的卖花女，但为了成为希金斯眼中的淑女，她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本性，学习上流社会的礼仪和言行举止。尽管她最终似乎融入了上流社会，但她却感到自己变得陌生和空虚，在整个改造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我。伊莱莎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和身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如今希金斯和好友的赌约已经结束，她将何去何从？她的出身和背景始终是她无法摆脱的标签。表面上看，她已经成为了一位女公爵，但她却仍然无法真正融入上流社会。对此，希金斯却并不在意，他认为以伊莱莎现在的资质，完全可以找一个富人家了，从此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伊莱莎对希金斯的话感到失望和伤心，于是决定离开这里。刚出门就碰到了在赛马场认识的小伙子弗雷迪。原来弗雷迪一直喜欢着伊莱莎，他并不认为伊莱莎在赛马场的言谈举止有问题，相反非常喜欢她的这种性格。与弗雷迪相比，希金斯却从未真正尊重过伊莱莎的感受和想法，他只是把伊莱莎当作一个实验品和工具，而不是一个有感情、有思想的人。但此时的伊莱莎已然对希金斯产生了爱意，同时内心深处也渴望着真正的爱情和关怀。在弗雷迪的陪伴下，伊莱莎回到了曾经的贫民区，以前的好友仍同往常一般清苦但满足，可大家都没能认出伊莱莎，还以为她是哪家的小姐。这时伊莱莎忽然看到了自己的酒鬼父亲，相比于以前的穷困潦倒，现在的父亲简直就是个富豪。原来在伊莱莎居住于希金斯家的这些日子里，父亲亚尔菲曾去找过希金斯，并以女儿为借口向他索要钱财。不得不说，亚尔菲也真是个天才，他不多不少，只要5英镑，少了可能不够花，太多则可能为自己招来麻烦，失去自由与快乐。希金斯对这个老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给了他5英镑，还给道德重建协会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亚尔菲是全英国最好的道德家。也正是这封信，竟让伊莱莎的父亲获得了一位大富豪每年4000英镑的遗产。但从此他的生活再无快乐可言，因为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彻底绑架了他。伊莱莎说：“那你为何不把钱退回去？”父亲表示：“你说的容易，当你享受过奢华的生活后，又怎敢再回到那贫穷的过去？”伊莱莎闻言唏嘘不已，在对父亲安慰一番后，便乘坐马车离开了。次日，希金斯突然发现伊莱莎不见了，这时他才意识到，只有伊莱莎知道自己的文件放在了哪里，也只有他才知道自己想喝的是咖啡而不是茶。可希金斯却不明白对方为何要走。几番找寻后，发现伊莱莎竟是去了妈妈家里，于是便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其实希金斯对伊莱莎的爱始终是模糊不清的，在与伊莱莎的相处中，他的心里渐渐产生了爱的萌芽，但他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爱意，也不愿意为了伊莱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态度。这种矛盾的心态让伊莱莎感到困惑和痛苦，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希金斯身边，还是应该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虽然电影的结局里，希金斯似乎承认了自己对伊莱莎的爱，而伊莱莎也展现出了女性的自主意识，最终回到了希金斯的家。看上去是个比较圆满的结局，但我却觉得这个结尾中
略带着一丝悲剧。相比于影版的结局，我更喜欢萧伯纳小说《卖花女》中的结局。在小说中，伊莱莎无法容忍上层社会熙来攘往的浮华，更不能容忍希金斯那目空一切的高傲，最终选择了平凡而质朴的弗雷迪。他深信，只有自己和弗雷迪在一起，才会有真正的爱情和生活。小说更好地向我们揭示了当时社会阶层的固化现象和女性在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以及自我认知与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千万不要为了迎合他人而失去自我，应当珍惜自己的独特个性和内在价值。同时也让我们思考，什么才是爱情真正的本质。它不应该只是外在的改变和成就，更非单方面的控制，而应该是对彼此内心的理解和尊重，真诚与关怀。希望我们都能从故事中汲取教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和价值。